根據美国金融市場協會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美國債券市場總規模已經超越了美國股市的總市值。在美國債券市場中，美國國債佔據了主導地位。美國公債不僅是美國政府的主要融資工具，更被全球投資者視為無風險資產的標杆。與世界其他多數國家不一樣，美國政府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利。美國政府想要得到美元，就要以未來稅收作為抵押來發行國債。美國自立國以來就有了國債。當時在費城召開的大陸會議上，由於國會沒有徵稅權，代表們決定發行紙幣及信用券，承諾以硬幣兌付，以此表達對革命事業的信任。為了確保在各殖民地之間經濟和政治聯繫薄弱的情況下，妥善有效地處理日益增長的國債，國會於1776年2月17日指定了一個由5人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監管財政部、結算賬目，並定期向國會報告。隨着1776年7月4日獨立宣言的簽署，這個新生的共和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得以從國外獲得貸款。儘管為了支付獨立戰爭的費用，美國獲得了大量國內外貸款，但聯合殖民地卻未能建立一個組織完善的財政管理機構。1778年至1781年間，財政部進行了3次重組，價值2.415億美元的紙質大陸元迅速貶值。到1781年5月，紙幣對應通貨的匯率暴跌至1比1000。抗議貨幣貶值的浪潮席捲各殖民地，憤怒的美國人創造了一文不值的俚語。1789年9月2日，國會設立了一個常設機構來管理政府財政。1789年9月11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宣誓就任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曾在獨立戰爭期間擔任喬治·華盛頓的副官，並在憲法的批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憑借其卓越的財務才能，漢密爾頓成為解決新生國家沉重戰爭債務問題的理想人選。漢密爾頓上任後的第一項正式舉措是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令許多立法者感到驚訝的是，他堅持聯邦政府承擔償還7500萬美元的戰爭債務，以重振公共信用。美國國債規模第一次激增是在南北戰爭時期。1860年，美國國債規模僅為6500萬美元。到1863年就已經超過了10億美元，戰後進一步激增至27億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國債增長至220億美元。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國債由1940年的510億美元一下子提升至戰後的2600億美元。二戰結束後，經濟繁榮刺激了信貸需求，但在金匯對本位制的約束下，通脹並未受到有效控制。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債又開始迅速增加，這與1973年至1974年和1979年至1981年兩次石油危機的外部衝擊有直接關係。1973年10月6日午後，埃及和敘利亞分別從南北2個方向向以色列發起進攻，第4次中東戰爭由此爆發。19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向以色列提供22億美元的緊急軍事援助法案，激怒了費薩爾國王。沙特立即宣布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直到1974年3月18日，阿拉伯國家才宣布結束對美國的禁運。當年10月份，伊朗最主要的石油區又爆發了罷工。全球原油均價從1978年的14美元每桶漲到了1980年底的45美元。原油價格上漲帶來輸入性通脹，10年期以上長期國債收益率升至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1985年，美國從淨債權國變為淨債務國。1980年代開啟的微電子革命加速了互聯網和計算機產業的擴散，使西方國家擺脫了經濟滯脹，並進入到1990年代的大緩和時期。冷戰結束後，美國債務曾短暫減少，但在2005年底，美國國債總額已經達到7.9萬億美元，是1980年水平的8.7倍。美國的勞動報酬在 GDP 分配中的份額在1970年達到峰值後不斷下行。轉型之前的 IBM 和早期的惠普都以零裁員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標識。但是，隨着產業鏈的全球化布局，加上來自外部的競爭壓力，美國新經濟企業一方面將大量勞動崗位轉移到國外，另一方面通過引進國外勞動力，或者是用國內年輕的勞動力替代年老的僱員。這種勞動力替換加大了美國的貧富分化。與此同時，新經濟公司一般員工與傳統企業員工的收入差異也在擴大。
表面上看，美國居民財富中的權益類資產佔比較高，也是股市繁榮的受益者，但由於內部人和外部人在信息上存在的差異，導致兩者從繁榮中獲得收益的不同。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財富轉移方式是金融危機。加槓桿最顯著的往往是收入最低的階層，這在2008年美國的房地產泡沫中最為明顯。次貸危機期間，房地產價值蒸發了5.5萬億美元，而在2007年至2012年間，債券價格上卻漲了30%。自2003年財政年度，美國國債以每年500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美國多個政府部門曾警告，若不改革福利制度，預料到2030年至2040年，美國政府稅收可能不足以支付福利開支。2011年8月5日，由於美國政府的削減財政赤字計劃未達到標準普爾期望的4萬億美元標準，標準普爾降低了美國政府的主權信用評級，並將評級前景定為負面，引發了全球金融業的劇烈波動。這也是94年以來美國政府主權信用評級首次被降低。截至2025年10月11日，美國國債總額達37.85萬億美元，這相當於每個美國人平均背負的債務超過11萬美元。共和黨人主政時喜歡減稅而不願削減公共開支，民主黨人主政時則傾向於增加公共開支而不希望增加稅收。最終結果是，美國公共債務走上不可持續之路。美國研究機構指出，美國債務規模快速增長，主要由人口老齡化、醫療成本上升和稅收不足造成。彼得森基金會預計，美國政府每天在償還國債利息上的支出超過20億美元。10年內，利息的支出會超過研發、基礎設施和教育的支出總和。未來30年內，國債利息支付預計成為聯邦預算中增長最快的部分。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到2034年，美國國債規模將從今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99%達到122%，打破先前106%的歷史記錄。2025年6月17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法案明確規定，每發行1美元的穩定幣，背後必須有等值的高流動性安全資產作為支撐，範圍包括美元和短期國債等。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稱，穩定幣市場預計到2030年將增長至3.7萬億美元。以美國國債為支撐的穩定幣生態系統將推動私人部門對美國國債的需求，有望降低美國政府借貸成本。長期以來，美國經濟依賴一個看似完美的閉環運轉，通過巨額貿易逆差將美元輸出到世界各地，而各國又將手中大量的美元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至美國。美國則用這些借來的錢在全球投資，賺取足以覆蓋利息的豐厚回報。然而，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24年美國在全球投資的初級賬戶淨收入出現虧損。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維繫美元循環的平衡正在被打破。2024財年，美國聯邦政府國債利息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已經超過了10%的安全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債繼續無限擴張下去，可持續性就要畫上一個問號。按照美國的設想，隨着穩定幣市場的擴張，穩定幣發行商將成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之一。這將形成一個全新的循環：美國財政部發債，穩定幣公司用美元購買，美國財政部獲得資金，而穩定幣公司則可以再用賣出穩定幣的錢繼續去買國債，發行穩定幣。美國積極推動穩定幣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化解美債風險，其更大的目標還在於加深美元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影響。意大利財政部長發出警告，與美元掛鈎的穩定幣可能會排擠歐元。理論上，穩定幣發行機構是拿了用戶的現金再發出等值的穩定幣，但發行機構通常會把這筆錢拿去做投資。最大的穩定幣的發行商泰達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其持倉美國國債規模超過1200億美元，其持有的美國國債份額超過全球大部分主權國家。美國財政部借款諮詢委員會預測，未來3年穩定幣可能增長8倍，規模突破2萬億美元，但這種增長更多是存量轉移，而非新增流動性。法案為穩定幣證明的同時，要求穩定幣納入反洗錢體系，
對於那些追求匿名和去中心化的用戶及平台而言，此舉可能驅使他們轉向鏈上抵押型穩定幣或非美國背景的平台。出於流动性考慮，穩定幣發行商的投資組合主要锚定短期國債，仍然無法解決美國中長期國債的流動性問題。